哎，这个花园啊，Wilson 在这里打球，看一下。我们在等他。对，然后哎，这边你看人家在玩的是竹编的这种空心的球，有点像是排球，但是呢是通过脚的，不知道这是什么运动，很好玩，好像对，叫 cricket 是吗？我也不知道，下感觉对技巧的要求特别高哎。而且它还是赤足啊。对，很难呐、今天天气真好。我觉得这也是他们很辛劳的工作之余的一种放松吧。穿的也不需要特别的怎样专业，是吧？对啊，现在天气也好，你看刚刚下过雨，对，又是空气特别的清爽宜人，带着夕阳水之前，对吧？这天上就像被洗过一样干净。好，那我们去走走吧。为什么要说到这一些呢？一方面是要回去了，马上放假呢，又要回到上海。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到马来西亚呢快2年的时间了，所以一直在集中的去思考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想到一个话题啊，特别有意思，是来了2年了，有没有感到厌倦呢？没有吧？一点都没有吗？没有，躺平怎么会厌倦呢？享受怎么会厌倦呢？哦，你呢？你呢？我也没有吧。主要是我觉得马来西亚虽然不是说有多么大哈，很多人会用土地的大小来形容国家的大小，但是呢，我实际上觉得，即便是要去旅行的地方，我这个 list 上还有好长一个 list 还没有去过呢。你不要说要离开雪龙区，我觉得雪龙区我们都没有逛明白。就算我们开出去，现在一天到晚就开错路，看到每一个地方还没逛明白。除了菜场，还有我们自己的 Olibonoka 这条路是熟悉的，到所有的地方对我来说都是很新奇的。是啊，所以每天都是在新奇之中。你看这里还有一些海岛，那个吉丹岛，没去，然后再往上，雪邦，还有那些渔村，往下太多地方没有去了，麻波，再往下柔佛，还有像这个东海岸那么多人推荐，还有偌大的东马，哇，这个真不知道，光是这个各个地方都去走马观花的跑一跑，要花多少时间？还有就是我们去过的这些小村庄啊，文东啊、士根庄啊，我都想要在那边住1-2晚，然后感受一下 live like local，哪里会厌倦啊？对，那这个是没有了。你还有什么，这个没有让你厌倦的东西呢？还有就是认识这边新的朋友吧，因为总是在不期遇的情况下就能够遇到新的朋友，这个感觉是非常好的。尤其是现在我们创业了，我们的顾客今天还是顾客，可能明天就是成为了朋友，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体验。我很期待这种结交新朋友。对，我倒是在考虑的一个是你讲的人，一个是旅行的地点，还有其实美食是百说不厌。虽然大家都说大马是美食天堂吃的东西不胜枚举，我现在呢2年到了，我想把它往更加精的这个方向去吃。我觉得最近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其实刚到大马的时候什么都觉得好吃，没有一样觉得是不好吃的。但现在我渐渐的会发现有部分比例的或者原先爱吃的那些东西我觉得不好吃了。我明白你想说的，也是我的感受，就是来的时候那种你可能是因为在上海没有吃到过，所以每样都好吃。现在我们能够品出什么是标准化流水线生产的 commodity， 什么是用心来制作的 specialty。对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呢想把它什么叫往精了吃就举个例子我们不是特别都想去说一说第一次品茶擂茶的这个感受嘛？对吧？所以你看到它呢用的这个汤汁，你看到这里面摆的蔬菜，你就马上就知道，哎呀，不同的组合肯定有各种风味。果然大家也说河婆擂茶呀，然后有些用的汤是偏褐色的，有一些是绿色的，碧绿。我就想去找找看不同的，通过比较来发现不同美食之间的差异。对，吃过的猪杂汤也有很多版本，流派不一样对的。潮州的、广东的、胡椒汤底的、咸菜汤底的，对吧？对，这个就叫往精了去吃。而且各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特色佳饮，有那个沙爹，那种什么辣汤，马六甲有马六甲的美食，哇，真的是
这个事情就让我特别期待。其实你刚刚又启发了我。我记得我还有一种期待，就是当人生不再是作为社畜一样的生活，当我们所谓的半躺平的情况下，人会不会废掉？我这个所谓的没有厌倦，是因为我们的人生实验刚刚只做了2年，然后这2年呢，我还不知道往后面的再过2年、再过20年是什么样子。所以我是很期待说在马来西亚继续看一看我们人生的走向。特别是我最近我有一个感悟说得挺好的。本来人家以为说你躺平了之后人会变懒嘛，就像我爸爸以前一直说的，人只要一懒下来就会永远想懒下去。可是我发现我好像不是这个样子的。就比如说我们最近的这半个月搞了2次OKA的堂食，在这个堂食之前我都去厨房做了这些帮工的这个工作嘛。如果你光光看一天的工作量还有工作的时长，那个是几乎就跟我以前上班时候是一样了。可是就是在忙的时候，你的心境啊，包括你说你发现我在那边厨房里面还是面带微笑的。对啊，这个真的不是职业的微笑，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在笑。然后我也感受不到这个所谓的身体上的辛劳。我发现好像我的这个肌肉还在那里，我的武功还在那里。就是躺平之后，我想要把自己这个紧张起来，然后内卷起来，是完全卷得起来的。而且我这个卷的这个力度哦，连我们那个OKA大厨他都觉得有点不行，卷不动了。对，所以我就发现说，没有像我爸说的那个样子，人废了没有。对，这可能也是一个新的点，就是在事业上，在个人的精进上，还有好多好多的事情可以值得去做，对吧？真的是，而且就是躺平之后，因为看了很多书，然后我们之间会有一些交流。以前想不明白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人为什么要有底线，人为什么要做到说内外合一，在家里面和在外面的合一，和你内心的想法和你外化的这些行为的合一。我以前都觉得说人其实是可以分裂的，但是我叫分裂就是你可以做2面派嘛。你可以在家里像我以前那个样子，会是像女王一样的颐指气使，你在外面你会收敛起来，立刻变成像乙方的这种角色，就不会有道德上的负担。对，我会觉得说这可能是一种 professional 的专业的这个体现。但是我现在就花了很长时间在躺平之后，我就发现说这样做太精神分裂了。这样做是不是会就是我以前这个所谓的 depression 然后 anxiety 的根源？而且你还觉得我应该迁就你的那个黑暗那一面，是吧？不应该这样。我现在觉得就是你有一次我们2个在这边吵架的时候，你讲了一句话很有道理，就是我有什么权利让别人做我想做的事情，然后 behave as what I want？ 我有什么特权吗？没有啊，大家都是平等，众生是平等的。就是躺平之后就在大量的思考怎么样，就是所谓的通俗化说法，让自己变成一个 a better self。我觉得我们把厌倦还真的讲出了一些个人的气息和一些独特的味道。但是有一个好玩的事情是，既然没有感到厌倦，那有没有种可能是因为去了新的地方就没有感到厌倦？那如果我们不是去马来西亚，我们现在生活去泰国啦，去欧洲啊，去美加澳新啊，会不会也是一样呢？也许吧 ，maybe 吧。但是我可能比起马来西亚的话，我没有很大的信心。我觉得，有一个很有趣的事实，也是前2天我突然之间意识到的，就是我在一个外国生活啊，结果我发现我的日常生活当中用的最多的是中文，你知道吗？对，就同样打游戏，你的起始的难度就差了很多。对就马来西亚是一个非常好上手的一个游戏，但是呢，它又很深，它在看似比较接近的文化内涵之下，完全有着不一样的外延，而它的精神内核还是有些不一样的，所以它既好上手，又是很深的。对，你不要看我们在这边用的是华文和很多马来西亚华裔朋友交流，可是他们的这个生活经历，从他们从小的教育经历到长大后的工作经历，甚至于他们这个掌握语言的能力，让他们本身就是一个融合了多种性格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复杂的个体。再加上我们孩子所在的国际学校，我们认识的这些不同国家的家长，你跟他们交流的过程当中，我相信这是去新加坡可能未必能够做得到的，或者说我去美国可能我是都没有办法去 reach 到的这样的一个 diversity。你说是 reach 是吧？对。那如果我们再挑战一下，留在上海不变，或者继续原先的生活，纯粹是心态变好了，
也选择了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和一种心态来生活的话，你觉得有没有可能也就不会厌倦原先的生活？前提是一定是原先厌倦了生活，你才会选择离开嘛。你是怎么想呢？我觉得也有可能，只不过难度很大。我讲的还是有一个难度问题啊。现在你看我不经常讲啊，回到上海也没有一开始的那种害怕呀、极度的排斥啊，也慢慢好像跟他和解了。我是觉得有可能，但是呢，你玩每一种游戏的难度是不一样。上海本身的这个经济压力所生存的环境，周边的人，他带给我的这个难度是比较高的。肯定是啊，很难。当然我很感恩这种新鲜感，就是我不能说因为马来西亚是一个新鲜游戏啊，那它就算作弊，或者我就不承认，因此实际带给我的这种新鲜感，我觉得我是认可它，我很感恩有这个机会去拥有。如果简单切换一下，我就有这么好的生活和生命里程，我当然感到很开心啊。我是完全没有信心，因为我觉得在马来西亚社会让我们感到不厌倦的是在于这里面，我们以前也讲过的叫容错力啊。这里的人他们不把犯错误犯成说就是你永远没有机会二次机会了，但是在中国因为可能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我觉得犯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不敢犯任何一个错。所以你在这边整个很 chill 的，大家都觉得说，那就下次改好了。其实这是很珍贵的一种氛围，我不认为我在上海能够，感到这个，而且不是我一个人想让自己有容错力，我就能够改变的，这是我必须要接受，这个社会是不允许我犯错，我必须要日益精进的。但是在这里，大家的包容力让我觉得说，我是在犯错的过程当中成长。犯一个错误的话，我就好好承担我自己的责任，然后别人还是会给我二次机会，我就是很感恩这里给我的成长空间。就我觉得我一开始做视频的时候，相当于比较认真的去生活的时候，我就下了一个结论，我现在觉得还是对的，而且还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他说啊，不是他说，我说，哪里让你感到安心，哪里就是你的马来西亚。我早上在散步的时候啊，我听了一个 Apple Fitness 这个 Walk 这里面的一个故事，也是一个音乐家。他呢从小生活在新西兰，觉得新西兰是个无忧无虑的地方，根本就不需要担心任何东西。他在 Auckland，然后呢，他觉得他就追求一些精神的需求，他就去学音乐了。后来独自出门去了英国，然后很好玩的是，他妈妈说：“来，你带上一块石头，带上一块 rock 就走。”他说：“所谓家，你不需要人在叫家。”他说：“你可以带着石头，想念的时候随时回来，然后带着它，当你想起的时候，你就想起，对，他来自 Auckland， 来自那个海边，来自这个沙滩，来自这个国家，然后你跟我们的欢笑都会在一起。”其实你看，我们今天在录节目，就走这样的一个公共的活动区域，在我们身边都是那些，我感觉可能是外劳吧。你从他们的这个脸色上面来看，他们都是松弛的，带着笑容的。你能想象，如果我们回到了中国的话，我们在上海能够碰到这样松弛的这样的一些人群吗？然后有这么好的设施，免费的设施可以让他们在这边尽情的活动，然后大家都是如此的轻松，没有说像社畜一样。是，我可以想象，我觉得我可能会比你更进一步了，但是从比例上来说会少一点。我想还是会有，但我也很敬佩那样生活的人。好啦，没有厌倦，那你对未来的期待是什么呢？期待就是回国把我自己需要做的事情去做完吧，然后就尽快的回来，继续我在这里的探险。OK， 好，祝你呢？我们一路顺风。你是什么期待呢？我们可以单独做节目给大家讲。我想去吃一点好吃的，跟朋友见聊聊天。然后也看望一下父母，帮他们安排一下，然后再回到大马，重新以一个新的精神状态、新的心理状态继续我们的创业。这是目前我们最好玩的一个事情。好了，拜拜。拜拜。